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有去云南旅行过的朋友应该吃过一种叫乳扇的小吃吧？据说呢，它是白族的传统小吃，是用牛奶做的，奶香很浓郁。那我研究了一下做法，发现它跟奶酪有90%以上的相似度，所以我就很好奇啊，这种云南版的奶酪它到底来源自哪里呢？然后我就去查找了一番典籍，发现了在历史上关于它最早的记载来源于明朝。明代朱元璋有个儿子叫朱全，写了一本书，讲述他隐居修道的日常。他自称瞿仙，这本书就叫《瞿仙神隐书》。瞿是兽的意思，所以这本书大概可以理解为《兽道士修仙传》。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？书里记载如何造一种叫乳馅的东西，其实就是现在的乳扇。之前我用牛奶自制过奶酪，仅从制作方法来看，非常的相似。除了牛奶，最重要的材料是酸水。牛奶中的蛋白质在酸的作用下凝结形成固体。在最初的记载中，酸水是将牛奶放在太阳下晒，使其自然发酵变酸。后来可能是云南人民发挥了聪明才智，利用了云南盛产的酸木瓜。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酸木瓜，拿它做了酸木瓜沙拉。其实它才是中国本土的木瓜。《诗经》里的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居”里的木瓜指的就是它。将酸木瓜切片水煮，过滤后得到木瓜酸水，用这种酸水来点牛奶，理论上就能做出乳扇了。但酸木瓜在云南以外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好买到。参考我做奶酪的经验，用柠檬汁也行，但到底要多少酸水、多少温度、多少时间，我参考了一些专业论文，一番仔细研究后，我混乱了。云南纪录片里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，却因为酸度、温度、时间这几个变量有无数的排列组合，导致有无数种失败方式。豆腐渣不成团，能成团但不光滑，没弹性，一扯就断，等等等等。古书上的寥寥数语背后不知聚集了多少前人的心血。还有一个条件，古人很容易达成，现代人却难得多，就是牛奶的选择。古代可是没有什么杀菌奶的，新鲜现挤的牛奶，蛋白质和脂肪没有被改变形态，才能被做成乳扇。超市里的巴氏杀菌奶、常温奶通通都不行。鲜牛奶放置一段时间后会分层，加热后又会恢复均匀。加热到60度左右，挤出柠檬汁，加水稀释到合适的 pH 值，慢慢倒入牛奶中搅拌，会看到牛奶中析出絮状物。轻轻晃动锅子，继续加热到70度左右，絮状物聚集成团，牛奶变成透明的乳清，倒出到滤网中，用刮刀聚拢按压，很快就会发现这些絮状物变成了有弹性的奶团。放回热的乳清中，一边烫一边拉伸，这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开始上劲了，延展性很好，又软又有弹性。取出后找个擀面杖，把乳扇一边拉伸一边卷在上面，逐渐延展成薄而均匀的长条。看到这个状态，可能明朝人称它为乳馅才是更准确的吧。在云南，制作乳扇的人会把它缠在特殊工具上晾干，在家里平铺在网架上就好，通风处晾1-2天，到这样全干就好了。市售的乳扇是这样的，自己做的乳扇晾干后也是类似的质感，薄而均匀，颜色发黄，摸起来有油脂析出。学云南人的吃法，下油锅170度炸到起泡，撒上糖粉，香酥可口。160度热风烤3分钟，蘸点玫瑰花酱，香香脆脆，甜甜蜜蜜。其实从制作过程可以看出，乳扇是牛奶的精华。嘉庆年间的《邓川州志》记载，一张乳扇价值1钱，折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差不多等于20块。
还记载一户人家养4头牛，一天能做200张乳扇。咱们来算算，一天营业额4000块，1个月工作25天，营业额10万。假设利润30%，那1个月能赚3万，养活8口人应该是足够了。这个乳扇呢，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乳制小吃，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古人的智慧，可以说是把牛奶玩明白了。那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，1键3连。